嗨，大家好，这里是庆熙大学国际入学处，又见面啦！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详细介绍了庆熙大学的视觉设计专业，怎么样？有没有心动啊？非常心动。这么有趣的专业和如此丰富的奖学金制度，老师都想重新上大学了。那么在本期视频中，将为大家介绍与上次完全不同的理工类学科——电子工程专业。大家好，我是庆熙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电子工程系大三学生李善，非常荣幸给大家介绍我的专业。电子工程呢，是涉及电子、通信、网络及信息基础的专业，这些是构成信息化时代产业基础的核心学问。小到几纳米的半导体，大到无人驾驶电动汽车，我们生活中无处不见的手机、电脑、各种家用电器，都是我们涉及的领域。我们专业培养的是软件和硬件都精通的全方位 IT 人才，也就是说，电路要会设计，代码也要会敲。大一主要是学习数理化，还有简单的计算机语言，有一些是高三学过的内容，但是大学课程在一些物理现象和数学概念的理解上会更加深入一些，这些都是后边专业课要用到的理论基础。大二进入专业课的学习，我们有电磁学，用数学来描述电场和磁场，还有电路分析，用各种技巧来分析电路中的元件。逻辑电路课上呢，会学习计算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二进制的运算法则。还有物理电子课，会学习电子如何在半导体中移动。大三呢，就有很多专业方向的选修课了，学生们可以横向的涉猎半导体、电路设计、自动控制、计算机还有电子通信方面的课程，也可以就一个领域深入的学习。一般呢是建议每个领域的入门课都先学习一下，这样呢有助于找出自己擅长的领域。大四就是在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深化学习，准备毕业设计了。庆熙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对学生的个人发展给予了很大的自由度，无论你是喜欢硬件还是软件，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课程，并得到专业的指导。如果有精力呢，也可以选修第二专业。我周围有很多同学跨专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辅修计算机或者软件工程也是比较热门的。庆熙大学的电子工程系有很多与政府、研究所、企业合作的研发项目，本科生呢也可以申请加入这些研究室。像我了解到的呢，有 Media Lab， 它是研究影像处理和无线网络的；还有 Net Lab， 它是研究能量收集和存储元件的；还有人机交互，制作机器人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呢都非常有意思，本科生也可以申请加入这些研究室的。学院公告栏上会张贴招募公告，也可以拜访教授呢，了解一下他们的研究内容。教授们都非常的亲切，当然要提前预约的。学院的学习氛围非常的浓厚，我们有自己的自习室、研讨室，经常看到学生们学到半夜甚至通宵。我们学院有一些学术类的社团，经常开展一些学术讲座，还会组织同学参加学科类的竞赛。通过这些竞赛呢，不仅可以学到专业知识，还可以学会团队协作，当然也有奖金可以拿。我大二的时候和前辈们一起参加过无人驾驶类的竞赛，当时准备太仓促了，并没有通过预选。但是呢，和前辈们交流过程中，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准备补充一下知识，下次再挑战。庆熙大学针对留学生设立的奖学金还是比较丰厚的，我记得入学的时候就有好几种。而且像我们电子信息大学、工科大学、软件融合大学这3个学院呢，针对入学材料前50%的同学提供第一学期全额奖学金，而且后续如果每学期的绩点可以保持在3.5以上的话，还会继续提供全额奖学金。我入学到现在拿了5个学期的全额奖学金，非常感谢学校的栽培。此外呢，每个学期都会有校内奖学金，主要是看成绩，还有 Topic 奖学金，是鼓励留学生在校期间提高语言成绩。电子工程系好像没有什么要考的资格证，但是我看到考公务员的韩国同学好像在准备电气技师资格证。电气是设计强电的，跟我们电子设计弱电不太一样。
电子工程专业呢，就业面非常的广，半导体制造啦、移动通信啦、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影像处理呀、等等等等。教授们呢，在各行各业都有资深的经验，可以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指导。据我所知，电子工程是就业率最高的几个专业之一，而且现在企业对研发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去国内外大学院继续深造也是不错的选择。我毕业后应该会继续读研，现在对机器人控制和信号处理比较感兴趣，应该会考取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吧。假期一定要学好语言，韩语当然不必说了，英语也不能落下，因为很多像我们的教科书呀，还有很多资料都是英语的，所以最好提高一下英语的阅读能力。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再学一门计算机语言。我们专业用的最多的是 C 语言，我们也有相关课程的，但是时间完全不够用，而且在进入课程之前就会用到编程语言了。我在准备留学期间去培训班学了 Java， 虽然是不同的语言，但是计算机语言之间呢是相通的，一些思维方式啊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在后来大一学习 Python， 还有大二学习 C++， 面向对象编程的时候，理解起来就会快一些，然后做作业也会快一点。 안녕하세요. 저는 경희대 전자공학과 학과장을 맡고 있는 홍상훈입니다. 여러분들이 궁금해하실 저희 학과의 장점에 대해서 설명드리겠습니다. 저희 학과는 최첨단 기술의 발전의 리더가 될 수 있는 인재를 배양하고 있습니다. 특히 반도체, 통신, 신호처리, 회로 및 시스템 분야에 30여 명의 교수진이 연구하고 교육에 몰두하고 있습니다. 우리가 배양하고자 하는 리더는 인간의 삶을 더욱 윤택하게 해줄 수 있는 엔지니어입니다. 특히 급변하는 기술의 습득력이 강하고 더욱 향상된 기술을 창출할 수 있는 능력을 키우는 게 우리 학과의 목표입니다. 경희대 전자공학과는 많은 과목들의 실습을 포함하고 있으며 이를 통하여 단순히 머리로 기억하는 게 아니라 몸에 배이게 되어 전자공학 학문에 대한 이해력을 배가시키고 습득력도 키우게 될 것입니다. 또한 다양한 그룹 프로젝트를 수행하게 되면서 동료와의 협업, 리더십, 아이디어 창출의 경험을 쌓을 것입니다. 특히 전자공학과는 학부 재학생 수가 700명이 넘는 대형 학과입니다. 이것의 장점은 다양한 친구들을 만날 수 있다는 점이고 학교 내에서도 성인의 경쟁을 통해서 본인의 잠재력을 표출시킬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뿐만 아니라 서로가 쌓은 우정은 사회에 진출해서도 서로 간 큰 힘이 될 것입니다. 졸업생들은 주변의 삼성전자, LG, SK하이닉스, 현대자동차 등의 대기업으로 진출하고 있습니다. 여러분들도 대한민국의 기업에 취업해 활약할 기회도 생기고 본국 최고의 기업에서 활약할 기회도 생길 것입니다. 본인의 성향이 새로운 것을 좋아하고 더욱 편리한 것을 추구하는 스타일이라면 경희대학교 전자공학과로 오세요. 후회하지 않게 해드리겠습니다. 경희대학교에서 만나요.